长江白鲟被宣布灭绝，它们灭绝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真相令人唏嘘。2022年7月21日，世界保护联盟正式宣布了我国的长江白鲟灭绝。事实上，在此之前，我国就已经近10年没有发现过长江白鲟的踪迹。之所以过了这么长时间才正式宣布，是因为人们在2003年最后一次见到了活体白鲟，而专家无法确认长江流域中是否还有其他的白鲟生存。直到现在，人们基本已经可以认定，长江白鲟确实已经消失在了世界上。那么长江白鲟消失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在上个世纪中期，长江白鲟的数量还是很多的，但由于白鲟的肉质鲜嫩，人们对它们非常喜爱，因此人们开始对它们滥捕滥杀，甚至作用了一些极端的捕鱼方式，使长江白鲟的数量急剧减少。而且在上个世纪，我国修建了多个水利工程，这类工程的实施严重影响了白鲟的生存环境。这是因为白鲟属于洄游性的鱼类，人们建设的工程使它们无法游回繁殖的地方，因此使长江白鲟最后走到了灭绝的地步。这样看来，长江白鲟的灭绝离不开人类的推波助澜，而长江中面临灭绝的生物却不止白鲟一种，几乎所有的生物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，可见人类对鱼类生活环境的破坏有多大。长江白鲟被宣布灭绝，那么长江中面临灭绝的生物还有哪些呢？事实上，在2007年，同样生活在长江中的白鳍豚被专家宣布功能性灭绝。相信有很多都很疑惑，什么是功能性灭绝呢？功能性灭绝是指该物种已经无法拥有繁殖后代的能力了，但是人们无法确认在它们的栖息地中是否还生存着这类物种。虽然目前并没有宣告白鳍豚彻底灭绝，但是它们能够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概率几乎为零。除此之外，长江石鱼也被专家宣告了功能性灭绝。而白鳍豚走向灭绝的原因与长江白鲟差不多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它们栖息地的破坏，还有生物多样性的减少，让白鳍豚在栖息地中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，再加上它们的繁殖速度极慢，让它们最终走向了灭绝的结局。除此之外，在白鲟灭绝后，与它们同一个时期的长江中华鲟成为了目前的重点保护对象。到目前为止，大部分的鲟鱼都已经走到了灭绝的边缘，而人们为了不让中华鲟走上长江白鲟的老路，在长江流域中投放了大量的鱼苗。目前人工养殖的中华鲟数量有将近3000条。近年来，中华鲟的命运一直被人们持续关注，尽管它们的生存状况堪忧，但是专家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它们的救治，希望它们可以早日焕发以往的生机。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向长江中投放长江白鲟的鱼苗来挽救它们呢？事实上，我国并非没有尝试过人工养殖长江白鲟，但是由于人类对长江流域环境的破坏，为人工养殖增加了许多困难。曾经过人工养殖的长江白鲟，时间最长的也只存活了29天，这是因为长江白鲟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氧气供应，它们根本无法顺利存活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我国并没有能够给它们提供良好生存环境的技术，而现在尽管可以满足长江白鲟的需求，也没有机会尝试了。那么为了保护长江中其他鱼类，我国都有哪些应对办法呢？其实，不仅一些珍稀鱼种正在面临灭绝的风险，连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4大家鱼也在长江流域中逐渐变少。因此在2020年1月1日，我国就已经开始实施禁渔计划了。到现在为止，该项计划已经初见成效了。10年禁渔只是开始，对于水域中生物的保护不会停止。在10年过后，相关部门会根据禁渔成效来制定下一阶段的保护计划。而对于已经灭绝的鱼类，大家都是非常惋惜的。相信随着人们认识到物种多样化的重要性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中。也希望以后不会再出现鱼类灭绝这样悲惨的事情了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